这3个地方的银行账户、可行的开户渠道以及开户必须的一些注意事项，哪个地区的开户门槛是最低的呢？特别适合资金量不是很大，但是却想要分配一部分资产在海外的小伙伴，我们可以申请美国的网络银行，足不出户，在国内就可以申请到美国的银行账户。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最近私信我咨询境外银行开户的小伙伴开始慢慢多起来了，一个主要的原因是新的一年开始了，很多人又重新有了5万美元的外汇额度，所以就开始计划着开境外的银行，然后把钱转出去。另外一个原因是美股市场在经历了2022年一年喋喋不休之后，在今年年初的几个交易日开始有了强劲的反弹。分析师们预测2023年美联储的加息将会逐步放缓甚至停止，这对于股市来说是一个好消息。于是很多小伙伴开始准备境外银行账户，提前准备弹药来投资美股。第三是因为国内动态清零政策的结束，国门重新打开，大家又可以去进行国际旅行。那么在国际旅行的过程中，也可以顺路去当地开一个境外的银行账户但是去当地开的话，很多小伙伴又不知道要提前准备什么，或者说要有什么注意事项，所以才给我发了很多私信来咨询。目前开境外银行的小伙伴主要有3大目的地，分别是香港、新加坡和美国。那么今天的视频就和大家分享一下这3个地方的银行账户、可行的开户渠道以及开户必须的一些注意事项，大家可以用来作为参考。香港、新加坡和美国这3个地区，大家认为哪个地区的开户门槛是最低的呢？很多小伙伴会觉得香港银行的开户门槛应该会是最低的，但事实情况却并不是这样的。根据我的观察，美国银行的开户门槛是最低的。为什么这么说呢？下面我会一一和大家分析这3个不同地方的银行账户的具体情况。首先是香港和新加坡的银行账户。香港和新加坡作为亚洲的2个金融中心，有非常多的相似之处，所以我们一起来讲。如果香港和新加坡的本地居民，那么去银行开户是非常简单的，但如果是非本地居民，那么开户的门槛要求是比较高的。因为香港和新加坡作为亚洲的2个金融中心，主要做的是财富管理生意，面向的都是比较高净值的客户。香港、新加坡的非本地居民开户大多是要求存入一定的资金才可以开户。首先来看香港方面，要求最低的是香港南洋，存入5万即可，但是需要任意国家的多次往返签证，管理费也是没有的，算是成本最低的啦。其他的几家都需要30万以上的存款才能开户，而且开户完成之后，资产不达标还需要缴纳每个月几百人民币的管理费。新加坡方面的要求更高一点，比如新加坡花旗虽然开户不要求存入资金，但是资产不足100万人民币，每个月会有300人民币的管理费。其他几个银行都是要求上百万的资产。我们再看美国的银行账户，基本都是没有最低的存款要求，只有1个月的管理费，而且只用存1万人民币左右就可以免除管理费。这个门槛相对于香港和新加坡已经低到几乎没有门槛了，而且开户成功的账户和美国身份的人的账户是一样的，不会有区别对待。无论是账户管理费还是转账收款的费用，都是和美国当地人是一样的。所以说美国的银行账户特别适合资金量不是很大，但是却想要分配一部分资产在海外的小伙伴。很多小伙伴转移资金出去基本上都是为了去炒美股、加密货币，这些的话美国的银行账户都能够满足我们的需求，包括去做美国的各种亚马逊、煤炉这些电商平台都是可以的。有小伙伴可能不太方便出国，那我们只能采取远程代理的方法来办理境外的银行账户。目前香港和新加坡还有美国的银行都有远程开户的服务。远程开户的银行账户和本人去当地开的银行账户是一样的，这就意味着各家银行的资金要求也还是一样的，区别是不同国家银行的代理开户费用略有不同。其中香港银行代理费用是最便宜的，因为香港离中国大陆最近，人肉跑去香港自己开的成本本来就不高，所以说代理价格自然也不高，普遍在2000人民币以内。
新加坡的银行代理开户费用略高，大概在5000人民币左右。美国银行的开户代理费用最高，普遍在8000到1万人民币左右。但是有的小伙伴他不想出这个代理开户的费用，那么有办法吗？有，我们可以申请美国的网络银行，足不出户在国内就可以申请到美国的银行账户。目前香港和新加坡还没有可以在国内远程申请的银行账户，只有美国才有免费的网络银行。目前可以申请的美国网络银行主要有3家，分别是 Passbook、Enzo、Alice。这3家我之前都有做过视频教程，感兴趣的话可以跟着我的视频教程一步一步的去申请。很多小伙伴在申请网络银行之前最担心的一点就是网络银行它的资金安全有没有保障。这点其实大家是完全不用担心的。网络银行他们的资金一般都是存放在有 FDIC 存款保险的一个实体银行里面，即使说这家网络银行倒闭了，但是他也拿不走我们存在里面的钱，因为这个钱压根儿就不在他们自己手中，是在他们托管的美国实体银行手中。比如说我前段时间的 Cebol 账户被关了虽然里面只有 0.67 美元，但是我还是收到了一张 0.67 美元的支票，然后我就把这个支票通过手机银行扫描转存到我的美国银行账户了所以说选择网络银行的重点是大家要认准有 FDIC 存款保险的一般是都不会有问题的。网络银行的优点是申请速度快，需要的资料简单，一般备齐美卡4件套就可以申请成功了。美卡4件套是我提出的一个概念，4件套主要包括美国独立 IP、美国的实体手机卡、美国私人地址 ITN。 有了这4件套就可以做成很多事情，比如几乎所有的网络银行都可以用这4件套去拿下，另外也可以用这个4件套去申请美国的信用卡。网络银行既然有优点，那么也一定有缺点最大的缺点就是网络银行一般都不是全功能的银行账户，有很多的功能是阉割的比如说网络银行基本上都不能操作国际电汇绑定电商平台收款也有可能不成功等问题但是这些网络银行用来接收一些美国的收入，然后用来炒美股都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说大家可以去多申请几个备用基本上所有的网络银行都是没有资产要求的，也没有管理费。最后总结一下，如果说大家有出国的计划，那么可以提前准备好资料，然后去当地的银行柜台去直接开银行账户。如果说资金量比较大的小伙伴，可以直接去开香港或者新加坡的银行账户如果说资金量比较小，或者说我不想在银行里面存那么多钱的话，那么可以去考虑去开美国的银行账户，对于存款的要求比较低如果说暂时无法出国但是还想要开银行账户的话，那么就可以去通过视频见证的方法去开户。视频见证开的银行账户和自己去境外本土开的银行账户是一样的，同样都有资产要求区别是香港、新加坡、美国3个地区代理开户的手续费会有不同那么最后就是如果还不想通过代理开，那么可以去考虑去申请美国的网络银行新加坡和香港地区目前还没有可以申请的网络银行账户，所以说我们只能考虑去网申美国的银行账户目前可以网申的有 Passbook、Enzo、Alice 这3家如果需要接收国际电汇，那么 Alice 是唯一的选择。以上就是今天和大家分享的2023年境外银行开户渠道的观察。如果说大家有更好的渠道，欢迎在视频下面留言或者加入我的电报群一起讨论。如果说大家想要代理开美国的银行账户的话，可以通过视频下面的联系方式找我去咨询如果觉得本期视频还不错的话，欢迎点赞、订阅、分享，这对我有非常大的帮助，也会鼓励我做更多的视频，帮助更多的小伙伴。那我们下期再见。